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上周美股出现了一轮反弹行情，那么这轮反弹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突破了144均线，突破了169均线，并且成功站上了33000点。那33000点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中枢。那么这个位置的突破意味着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反弹行情成功晋升到反转行情。那么在当前的点位上，我们看到位于34000点是由四次等位置波峰构成的。那四次等位置波峰目前已经出现，根据江恩的四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很快将会迎来一个新高。如果一旦出现新高的话，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线级别上，目前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悟空阳线、八阶阳线，那上方就可能会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从而在反转行情当中把前面行情36952点的这个高点可以突破。的多头发育当中，我们观察到比特币正在同美股发生同步现象。之前是比特币走独立行情，先反弹了40%，但是美股一直在下跌。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美股和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上涨。那么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在4月10日开始了一个新的一轮悟空阳线，是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当前从4月11日到今天4月16日、17日的震荡行情呢，我们看到是处在一个八阶阳线的震荡范围之内的。那么上方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很快我们将会看到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可能完成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同时，通过合并 K 线，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这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目标点位呢，是在32000美金，没有完全到达，但是31000美金比特币的高点也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同时呢，我们看到上方32000美金呢，是由周线级别144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如果得以突破的话，比特币将会迎来下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但是呢，行情走到这里一定要提示风险，就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由于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多头趋势当中如果出现调整的话，应该是以做多和现货补仓为主。相反呢，我们主要是根据均线来补仓在均线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比特币正在接近小时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是一个可以建仓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建仓点呢，是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支撑位附近。支撑位附近，同时也是筹码密集区，大概是在28500到29000美金这样一个区间。同时呢，如果回调到这里，一定会发生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所以呢，有了当前3万美金附近的仓位之后，你可以在28500到29000美金建立第二个多头仓位。如果这轮行情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4小时级别调整也结束了，那么下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会继续。如果继续的话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标志性的阳线，我认为是以突破32000美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特币周线级别压力位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以突破32000美金为标志性的阳线。如果一旦出现周线级别下一轮的标志性的阳线多头将会继续比特币的牛市将会重启。重要的指标就是 ETH 对比特币的这个指标，在这个指标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正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并且成功站上了0.067的这个位置。0.067是哪个位置呢？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在0.067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经常被跌破，跌破之后如果收回来，证明以太坊的多头趋势在这里面出现。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上穿144日均线和169均线。一旦上穿成功，证明以太坊领涨行情将要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突破0.07之后，并且成功站稳，那日线级别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将会成功晋升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上方的空间将要被打开。因此呢，这段行情当中要重点关注以太坊的多头。
来看啊，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已经出现了新的一轮悟空阳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这是在突破箱体，并且在站稳箱体上边线之后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目前正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从结构上看，我们可以画出上方的波峰连线，但是仍然没有办法画出下方的多股连线。这种情况下呢，是多头继续的一个表现。直到我们能够成功在日线级别上画出波峰连线，画出多股连线，并且这两条线呢是在可目视范围之内有焦点的，就像这个红色线这个位置上是有焦点的那么当前这个蓝色线向上突破的这个多峰连线、波股连线没有办法画出焦点的时候，我认为多头行情是要继续下去的。因此呢，这轮行情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阳线组，当前行情周线级别正在走沙僧阳线。那么沙僧阳线目前已经突破了周线级别的144日均线突破这个位置之后，以太坊上涨空间将被打开。如果上涨空间被打开的话那么前面行情当中暴跌从2590美金暴跌到878美金这样的一个筹码区间，将会最终在这轮行情当中回补过来。所以呢，对于目前2100美金的以太坊，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2500美金。比特币在高位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很多次新币种OAX IDARB 出现了连续的暴涨这种暴涨行情，我们同时看到成交量的暴增。我们看到 ID 的成交量排在市场第3名OAX 的成交量排在整个币安市场的第5名。所以呢，关注这些次新币种的量价齐升，是把握这轮行情当中山寨币的一个重点。ID 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当中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走8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目前在高位上在这个位置是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那么对于沙僧阳线的理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 ID 在上涨过程当中，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出现震荡，但是这个位置只要不跌破沙僧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8阶阳线的收盘价，大概是在0.8美金这个位置。如果不跌破这个位置，那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还是有可能出现。同时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正在走第2轮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当中的8阶阳线。那么这个位置我们看到0.98美金出现之后，正在上方形成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要给它一些足够的时间足够时间给出来之后，像前面这轮行情，一个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就是容易发生变盘和突破的位置。那么行情走到高点0.98美金之后这个位置继续震荡，继续横盘如果能够突破1美金，我认为上方的空间会被打开，因为整数关口呢，往往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旦突破之后，很多情况下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将被展开。是可以关注一下 OAX 原因是排名第5，成交量排名第5的 OAX 目前我看到它的流通量非常少，只有几千万，这相当于 ID 来说5个亿的流通盘来说是非常小的流通量目前正在受主力资金关注由于盘子小，所以呢拉升速度非常快，调整的也非常凶狠这有点像我们之前给出的 OJ 那 OAX 的行情当中，我们在小线级别上目前正在走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呢就调整的非常多。那么小线级别容易走一个唐僧阳线，最终呢它会形成一个新的一轮的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那在日线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2根阳线，证明目前日线级别是8阶阳线，8阶阳线就出现了一个接近高点的位置这让后面的行情空间有可能会被打开。同时 OAX 它的总量小，它的市值就比较低估目前0.4美金的价格是相对来说在这个币安上是低估的，那么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至少看到2美金以上至少看到2美金以上。同时 OAX 它是一个以太坊链上的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虽然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它目前价格低廉受资金关注非常强烈
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布局一点仓位。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 CFX 来说，目前已经调整接近1个月啊，在1个月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它的调整的时间级别主要是围绕4小时级别，首先做了2轮4小时级别下跌，细又做调整，然后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反复震荡形成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非常接近焦点位啊，近焦点位置区域上，这个区域上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机会啊，机会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所以呢，对于 CFX 来说，比特币不断上涨 ，CFX 却横盘。我们之前观察到啊，CFX 的涨幅和涨速几乎是比特币的3倍，所以呢，目前 CFX 有补涨的需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